大家好，我是花石。近期我做了一系列视频，讲了几个我觉得不错的中国动物园。前两期我们看过了上海动物园的乡土动物区和黄山野生动物园，这一期我来讲一讲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正式讲南京红山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新的读者，但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叫花石，是一个狂热的动物园爱好者。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都会尽量的去逛那个城市的动物园。在2018年，我自费花了4个月的时间，逛了41个城市的56座动物园，基本上把全国各地重要的动物园全部逛完了。在那之后，我写了一本书，叫《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这本书讨论了2个问题：什么样的动物园是好动物园？我们应该怎么逛动物园？如果你对动物园感兴趣的话，不妨买一本来了解一下。现在呢，我在我家乡的武汉动物园任志愿者，有一个职位叫网民园长。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一些行动，帮我家乡的这座动物园变得更好。好了，我们正式来讲讲南京红山。前段时间，红山的沈志军园长上了一席，号召大家前去动物园报复他，着实红了一把。不知道大家去报复性消费没有？为啥沈园长的演讲好评一片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好。这座动物园是近年来大陆动物园中进步最快的一座。红山好在哪儿呢？首先要说的是场馆设计。南京红山有全国罕有的专业动物园设计团队。大家可能不知道，国内有很多建筑师、设计师，但却基本没有动物园设计师。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刚刚建成的新动物园，其实场馆设计老套的不行，甚至是由根本不懂动物的人设计的，把动物搁进去都不能保证不跑出来。红山的设计怎么好呢？我们不妨看看新建成的中国猫科馆。这座场馆其实我连着说了几个月了，终于在马上要到来的11，它会正式建课。这座场馆内给动物生活的环境有多好，我觉得没必要多介绍。你们可以看看这些山势建成了坡地，自然的遮蔽物，充裕的绿植，看着都舒服。我们重点来看看这个结构。这几个横亘在掌管之间的圆筒是干什么的呢？这是连接不同笼舍的通道，能作为动物的转移通道。中国猫科馆有9个展示，其中1个是给豹猫的，剩下8个都由或空中或地面的转移通道连接，里面饲养了5只动物，3只豹，2只舍利。如果长期将一头动物放在同一个展舍内，这个展舍就算环境再丰富，时间久了动物也会失去新鲜感，行为就会变得不那么丰富。所以我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成不变的丰富等于不丰富。所以呢，红山的中国猫科馆的设计者就设计了这些通道，让这些动物能够隔一段时间利用通道换一次笼舍，这样就能增加动物生活环境的丰富程度。最终呢，每一只动物都会住遍每一个笼舍。类似的设计在亚洲灵长馆里面也有。中国猫科馆的通道，尤其是几个场馆之间的连通，未必是每天都会用的，但是亚洲灵长馆里的这些通道是动物每天上下班的路线，它们每天都会走2遍。饲养员可以通过不同的推拉门来控制猿猴究竟会进哪一个笼舍。同样，这样的连通也能给各种猿猴带来更多的新鲜感，让它们生活得更自在。但有个问题啊，如果我现在随便给哪家动物园的笼舍里生生加上这样的通道，你们觉得动物会这么听话的往里走吗？它们能够如此高效的借助这样的通道上下班吗？其实这些通道横在空中，四周也比较开阔，虽然位于后台不会直接被游客围观，但一般的猴儿也会怕。这就需要长期的正强化行为训练了。你们看，这位饲养员拿着一根棍子，这棍子不是用来打动物的啊，它叫目标棒。饲养员会拿着目标棒和响板，通过做对了有奖励的形式，反复让动物练习，逐渐建立起条件反射，从而完成一些行动。
这就是正强化行为训练，它能在无害的情况下让动物和饲养员达成很深的默契。你们可以想一想，在你身边的动物园里见过这样的正强化行为训练吗？说真的啊，这事儿在大陆并不多，而红山的部分场馆是成体系的天天做，除了每天让猿猴走转移通道上下班之外，饲养员还会故意把食物放在笼顶，让动物自己想办法取食，会把吃的塞在瓶子里，让动物想办法掏出来。这种事儿要搁有的动物园都能算是特别的进步，但这在红山这就是日常。这样的日常体现了一种软件上的高超。红山强的不只是场馆设计，它的动物管理也很强。红山有一大批非常不错的饲养员，好的饲养员呢，能给一个展区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举个例子，红山的张脊坡是一片天然的林间山坡地，里面饲养了小脊和獐子。2018年我来红山的时候，感觉到这是一块天赋异禀的天然林地，自自然然非常好看。说它好，它就是原生态的好，但原生态也有混乱没有管理的问题。而在今年，一位叫拉拉的饲养员管起了张脊坡之后，这个展区就突然有了条理。以前混着养的小脊和獐子各自划分了领地，各有不同的生境，避免了争斗，也更好管理。动物比较愿意待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标志牌，告诉游客往哪看。最让我感动的是这块牌子，近期张脊坡的一头名叫紫金的獐子过世了，拉师傅为他写了一份讣告。我们常说，只有以个体为单位谈动物福利才有意义。同样，当你面对的对象是个体，而不是模糊的一群一个种类时，就会有针对个体的认知和关怀，而这份讣告就是这样的关怀。张脊坡、亚洲灵长馆、中国猫科馆是我最喜欢的3个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展区。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即将在11开放的中国猫科馆，此处我还要给大家一个剧透，红山在11开放的新展馆可不止一个猫科馆，还有一个狼展馆。红山负责场馆设计和建造的马可师傅说，这个狼展馆的水准会是亚洲第一。我看了看，想了想，这个第一应该跑不了。按红山的计划，中国猫科馆、狼展馆会在11开放，新的熊展区、虎展区也会在年底落成，大约在明年5一，本土动物区也将开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几个展区彻底整好了之后，场馆设计强、动物管理强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和绝大多数中国动物园之间会产生代差，新一代的动物园将非常明显的碾压老一代的动物园，有些裹足不前的动物园该产生一些压力了。